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科幻名著《时间之子》，原著斯蒂芬·巴克斯特。白日将近，辉映万里的夕阳极力渲染着天空。一个孤独而又好动的孩子信步走去，那是加尔。北方地平线上的那片巨冰一直在退缩，这番景色中轻灵简洁的几何线条简直勾魂夺魄。加尔凝神注视，不禁神情恍惚。城市的大部分已被挺进的冰川彻底刮去，只剩下远处市郊的一片基地。这里曾是芝加哥的郊区，在冰川到来之前，他们就早已淹没在洪水中，而后又被风冻起来了。这些废墟已经有10万年的历史，人类再也不会回来了。当重新出现的冰川将他们文化单一、过分膨胀的技术文明彻底毁灭时，人类已经用尽了地球上可以开采到的所有资源。人类可以生存下来，他们聪明，适应能力强，但现在的他们只懂得使用石头和火，除了这2样最古老的技术之外，便一无所有。单凭这些，他们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用魔法般的创造力建起摩天大厦。过不了多久，就连加尔也不会回来了。他会在没日没夜的赶路和捕猎中消耗掉所有的热忱。乌尔鲁向河边爬去，烧光的大树和灌木只留下些树桩和残根。自从他出生以来，一层积满灰烬的浓云覆盖着整个天空，但最近几天这层乌云消散得更多。现在他看到了一只圆盘，那就是太阳。乌尔鲁不由自主地凝视着天空中那浑圆的几何图形，河岸两侧焦黑的土地已将一切迹象掩盖，没人认得出这儿就是巴黎。整个地球都和这里一样，全都是一个样子。加尔的时代过去之后，冰川在大地上来回往复了12次，才最后永远的退去。在那以后，人类开始渔猎和耕种，精心建立起贸易和文化网络，在木质、石质和古制品方面发展出精巧的技术。地球这种平静的午后时光持续了3000万年。当乌尔鲁的祖父还是婴儿时，彗星的袭击猝然而至。1亿年前，一颗彗星将恐龙的全盛时期一举终结。1亿年后，地球再次遭到了巨大的撞击。当时人们钻进岩洞，才躲过了铺天盖地的大火。融化的岩石如暴雨般倾盆而下，随后便是尘埃笼罩的漫长冬季。在冰川肆虐之后，地球上又曾发生过几次较小的灾难，人类始终大难不死。同样，这一回人们再次死里逃生。曾经一度有人认为，只有依靠向外星世界移民才能使人类得以生存，因为地球永远都易于遭受这类灾难的袭击。但人类在宇宙中的冒险从未远离过地球，在那个范围之外，人们一无所获。所有的行星都毅然决然地保持着沉默。另外，尽管自从冰川肆虐之后，人类的总数一直不超过几百万，但一颗彗星仍然无法用它的死亡之吻将人类彻底消灭。很巧，乌尔鲁的祖父是最后一个能够记得上一个世界的健在者。那个大火之前的世界，那个在地球上存在了3000万年而一成不变的世界，现在随着他的死亡，全都一去不复返了。时光荏苒，又过去了7000万年。凯尔坐在木筏上，向大海的方向望去，那是漂流部落的所在，他就出生在那里。当今这个时代，地球上变得格外温暖，几个大洲的边缘已被汹涌的海水淹没，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其他阳光普照的潜水生态系统。凯尔即将在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踏上一片陆地，
自从乌尔鲁所在的大火时代结束后，地球开始休养生息，此后又有足够漫长的时间，让几片大洲缓缓地开始了地壳改造运动。非洲轻轻碰上了欧洲，澳洲吻上了亚洲，而南极洲一直旋转着脱离了南极。同时，太阳也在缓慢无情地升高温度，给世界带来了长长的夏季。但即使这个间隔如此漫长，人类仍旧一如既往，没有多大的改变。现在他们来到了这片大地上，这里是南极洲的海岸，如今这里已经成了热带雨林。南极洲的冰雪融化之后，裸露的土地变成了生命的竞技场。凯尔对他所看到的东西有一种陌生感，而久无人烟的南极洲早已成为进化创造力在地球上最后一次表演的舞台。凯尔的种族是横跨被淹没的印度半岛来到此地的，他们欣喜于这些惊人的发现，那些巨大的昆虫和陆上的鲨鱼在这里出没。只不过就在1000年后，他的子孙就捕获到世界上最后一头陆地鲨鱼。图拉生活的地方一度是北美洲的西岸，新范古陆的内部已衰退成一片滴水无存的荒原，人类都迁移到了大河的入海口和海岸边。这是一次气势磅礴的陆地大合并，有阴沉肃穆的鼓声在为它作伴，那就是物种的大规模灭绝。超大陆从聚合到稳定用了2亿年，从那之后又有2亿年过去了，但人类仍像从前一样生活着，一如既往，没有改变。图拉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但今天是个奇迹一般的日子。火山爆发将二氧化碳灌入大气中，这预示着极为短暂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它周围的那些植物在贪婪地攫取着二氧化碳，还有那些昆虫，它们也在四处爬动，为了繁殖后代而争取着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当太阳升起时，远处的山峰终于在迷蒙的晨雾中耸现出来。图拉望着这些树木，一时间神情恍惚。随着太阳越来越热，这个行星已经丧失了许多丰饶的生态系统，很快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到某个临界水平线以下。那时候仅剩的人类将围绕着大陆，生活在世界上唯一的一条海岸线上。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点人口也将急剧缩减，或许只有1万人能够继续生存。人类仍旧继续存在，他们总是能够活下来。图拉在梵谷大陆的海岸边度过了一生，他从未忘记这次短暂的冒险经历。一想到那些树木，他的手脚便充满了渴望，那是他的身体在重温元祖的旧梦。那些属于猿人的梦想，早在5亿年前就被永远地抛弃了。一条条激荡着回声的隧道里，在这个永远与阳光隔绝的世界里，像蠕虫一样苍白的地下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前些日子，罗尔一直在探索他们洞穴的尽头，后来他发现了一条直立裂缝向上爬去。在人类到来之前，这些山洞的主人是那些蜥蜴和蛇蝎，后来他们构成的生态系统中加入新成员洞穴人。不断向上攀爬的鲁尔爬过了石灰岩层，他最终抵达在了一处广阔的空间，在他头顶上有个东西正升起在世界的尽头，那是一只红色的圆盘，它的弧线完美到了极致。那东西就是深红色光芒的来源，而鲁尔能感到它灼人的热力。鲁尔居住在洞穴和裂缝纵横交错的世界里，他从未见过任何东西有如此单纯的形象。他凝神注视，在这个濒死的世界，岩浆流没有能力将新的超大陆分裂开来，他们再也无法完成像以前分离梵谷陆那样的壮举了。太阳还继续在无情地升高着温度，到现在，在赤道地区只有微生物才能生存。地球正在失去水分，
泛古路的海岸线旁已是一片片雪白耀眼的盐滩。尽管大陆已被侵蚀成平川，但只有站在大地上的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改变。他几乎同他那些古老的难以想象的元祖一模一样。对于人类来讲，从来都没有必要进行意义重大的进化，因为他们总是在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非但没有参与，反而还在抑制着生物朝积极方面进化。无论哪里都是如此。当智慧生命出现之后，任何一个生物圈的生命过程都会变得简单了许多。那些行星之所以始终保持沉默，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在地球上，一个漫长的生命过程正在走向终结。从现在开始，在经过不多的几代人之后，鲁尔的子孙将永远消亡。水分逐渐枯竭的洞穴慢慢地烘烤着它们，人类无法承受这个致命的打击，生命的图景还会继续，但那是原始的嗜热微生物在做着最后的抵抗。人类终将离去，只留下炉灰、石片和枯骨，遍布在拥有近10亿年历史的砂岩层深处。而这个好奇的孩子鲁尔扫视着广袤的平原和升起的太阳，对他来说，这个垂死的地球是一块神奇之地，他依然渴望着去冒险。